美国国防战略发布，为对付中国，五角大楼真正的运作开始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经过数月的拖延，非机密版的美国国防战略正式公布。在承诺重新关注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然而，兰德公司国际安全和国防政策项目主任吉姆·米特雷却对拜登政府发出灵魂质问：美国能否在足以阻止与中国开战的时间表上做到这一点呢？是在遥远的未来，还是在未来几年？米特雷认为，现在是时候回答一个大问题了：战略虽然有了，美国国防部真的能执行吗？美国能否使其部队现代化，建立能够对抗强大对手攻击的能力，培养一支更精通技术的后勤保障人才队伍？特别是美国是否在一个足以阻止与中国开战的时间表上做到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国防战略说得再好，如果没有能力实现，也只能是打打嘴炮罢了。美国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想要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并不现实，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分配资源以优先考虑威胁，也就是先对付俄罗斯构成的直接威胁，同时呢又不破坏与中国保持竞争的努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新战略的简报中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大的实力这样做的竞争对手。相比之下，俄罗斯代表了一种严重威胁，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正如其入侵乌克兰所表现的那样。相比较而言，美国只需要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就能够对付俄罗斯，但是要想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中国，那可就太难了。美国想要在军事建设层面对中国构成真正的威慑，发布新的核战略文件恐怕没用，需要在常规作战力量的建设方面取得进步，包括努力改变其部队结构和态势，以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在技术方面，美军需要将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远程打击和太空列为关键投资重点。美军还需要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导者，需要与私营公司进行很好的合作，这在目前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因为美国的商业公司并没有义务免费将技术转让给美国军队，而美军呢也没有费用支持在所有的关键领域进行投资。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获得新技术方面努力应对死亡之谷。这里所说的死亡之谷指的是正在研发的新技术以完成计划之间的资金缺口，其中技术经常枯萎和死亡，而目前开发的一些技术往往在没有正式应用之前就枯萎和死亡了。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军工部门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在长期需要投入资金的领域可以获得国家的整体关照，这就是中国体制优势的体现。从美国专家的焦虑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国防战略画了一个非常大的饼，也就是企图继续保持对华军事优势，但是又没有对实现这个计划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里面所说的各种缺口，包括资金缺口、劳动力短缺，当然还有部队转型等一系列问题，当然也存在着无法从私营公司获得人工智能技术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将不断地困扰五角大楼。可以说，美军的国防战略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愿景，以传播美国的焦虑。中美未来10年将会进一步处于军事高科技竞争的关键时期，看样子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做得更好，帮助美国人陷入绝望。这个还真的可以有。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